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的第11个视频。今天来列举一下我来到日本以后发现的一些文化差异。首先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垃圾分类，但是垃圾分类的细致程度，大家也许想象不到。比如这个饮料瓶、瓶盖、包装纸，还有瓶子本身，分别是3种不同类型的垃圾，要分开处理。包装纸也是设计的非常容易拆掉的那种，单手就可以拆掉。再比如这个我已经戴了15年的帽子，由于上面有金属，所以不能直接扔掉，需要用剪子把金属都剪下来，单独把金属扔掉。由于每个城市的垃圾回收机器不同，所以每个城市的垃圾分类方法也可能不同。为了更好的垃圾分类，每个城市都推出了自己的手机 APP， 方便于市民垃圾分类。而且有的城市垃圾需要装在指定的袋子里，超市里有专门卖这种垃圾袋子的地方。中国呢，目前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垃圾分类，基本上就是所有垃圾都扔在一个地方。到处可见的自动贩卖机是日本的另一大特色，卖饮料的自动贩卖机是最多的，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自动贩卖机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日本的人工费太贵了，所以能不用人的地方尽量都用机器。而在中国，在街上想买水的话，到处都有这种卖饮料的小摊位，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一位大妈在卖。在日本有独特的印章文化，每个日本人都有自己的印章，印章还分为普通印章、银行印章和有法律效应的印章。有法律效力的印章是要去市政府登录的，买房子的时候就要用到这种有法律效力的印章。银行印章是要去银行登录的，办一些投资理财方面的事情需要用到银行印章，剩下的情况就用普通印章就可以了。比如平时给孩子的作业打分的时候，工作时签各种各样文档的时候，收快递的时候，基本上就等同于中国的签字了。在商店里就能直接买到一些比较常见的姓的印章。默认情况下，在日本的公司里上班是穿西服的，如果是在工厂上班的话，工厂会提供专门的工作服，基本上没有人会穿 T 恤和牛仔裤上班。而且日本的办公大楼里都铺的是地毯，而中国是瓷砖或地板居多。关于加班，印象里日本人加班很多。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，在一个日企上班，那个时候领导不走，自己也不好意思走。现在来到日本工作，反而没有这种感觉了。下班之后，大家想走就可以走，没有人管你加不加班。但是日本的工资比较少，不加班的话工资就太少了。我觉得日本人加班大部分都是为了挣加班费，而不是出于自愿的加班。如果公司不给加班费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加班了。虽然为了工作加了点班，但是日本的假期比中国多。2019年度算上周六周日，日本有126天假期，而中国只有116天假。日本公司的带薪假期也比较多，我们公司是25天，而中国公司一般只有10天。日本有3个长假时间，分别是5·1的黄金周、8月份的暑假，还有年底的年末年始。这3个假期都是休9天或者10天。中国也有3个假期时间，5·1只是休3天的小长假，11国庆和春节才是真正的长假，一般是休9天左右。但是中国假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休完长假之后，跟着的周六或者周日可能会变成工作日，这点不太好。在日本，每个周六和周日都一定会放假的。日本除了固定的这3个长假以外，自己还可以请一个为期1个星期的长假。大家一般是利用这个长假和家人一起去山里或者海边度假去。我算了一下，在2019年度，我上班213.5天，休
休假152.5天，全年大约有41%的日子都是在休假。有这么多假期，日本人很喜欢露营。在网上搜索露营场的话，就可以知道，全日本到处都是露营场。日本的露营场设施也非常齐全，有饮用水，也有交流电。每年夏天一定要去露营，白天烧烤，晚上放烟花，大人小孩都非常开心。日本的公司大多是终身雇佣制，没有劳动合同，一直工作到60岁过生日的那个月还能领到一笔退职金，一般日本人能收到2000多万日元左右。我们这种半路才来到日本的人，拿的就少了一点。60岁退休了，还可以被公司返聘，但工资会比以前少，一直能干到65岁。65岁以后就可以拿到国家的退休金了。接下来说说出行，日本是靠左侧行驶的，东京圈、大阪圈这样的大城市地区，公共交通覆盖面积非常广，没有自己的车还是非常方便的。但是离开这2个大城市区，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。我们住的这样的城乡结合部，基本上在马路上看不到行人，偶尔能看到的人，大多数是在跑步健身的人。这可能是日本的生活区与商业区分开的原因吧。一般去一次超市买1个星期的东西，要是没有车，买很多东西拿起来很不方便。日本有一种特有的车型叫轻型车，税很低，还很省油，属于日本人买菜的专用车。一般有这种车的人，家里还会有另一辆大的车用于正常生活，所以一般日本人家里会有2辆车，一辆是平时上班或者长距离移动时用的，另一辆是买菜或者短距离移动时用的。在日本开车大部分都需要使用导航，在中国则不需要。我觉得原因是在日本经常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在中国经常去一些已经去过的地方。在日本去超市的话也是不需要导航的，但是去旅游景点好玩的地方的时候比去超市多，所以用导航的频率比较高。日本为什么堵车不是很严重呢？我觉得应该是日本买车的话需要提供停车证明，有停车地方的人才能买车，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买车的人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礼让，日本人开车非常礼让，而且还很守规矩。日本人开车从来不按喇叭，我自从开车后也从来没按过喇叭，不知道我车的喇叭是不是还能用了。还有一点就是在日本，一条车线排满了车，对面1个车也没有，也绝对不会去借用对面车线去超车的。这个就是东京高速公路的情况。说完汽车后，再来说一下自行车。在日本，基本上每一个人，包括小孩，都有自己的自行车。我们家4个人有5个自行车。在日本，一般情况下，一家会有2个小孩，所以妈妈们会有这种能坐2个小孩的自行车。这个车可不便宜，好像是10几万日元才能买到。自行车还有很多特殊的交通规则。第一，骑自行车的时候听耳机是违法的。第二，喝了酒以后骑自行车也是违法的。第三，晚上的时候骑自行车必须开自行车的车灯。除了这些交通规则以外，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，买完自行车以后需要去警察那里登记一下自行车的编号。日本的饮食非常清淡，没有什么油水，估计是这个原因，日本人中胖的人很少，每个人都瘦瘦的，没有啤酒肚。我来日本以后一直就瘦下来了，根本胖不起来。而且日本的中餐馆做的菜全都是面向日本人的中国菜，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菜。去日本的中餐馆时，如果你想吃真正的中国菜的话，就要和厨师先说一下，让他按中国的方法给你做，这样才能吃到真正的中国菜。不知道是不是日本饮食的原因，我们家孩子在日本身高一直长不高，现在大 H 已经3年级了，身高还不到130厘米，而他在中国的同龄的小朋友都已经超过140厘米了，相差了10厘米左右。
除了身高以外，体重也很轻。我家大 H 已经3年级了，体重还不到25公斤，他的大腿还没有我胳膊粗。又聊了这么长时间，今天就先总结到这里吧。以上都是我个人观点，不一定都对，欢迎大家一起交流。咱们下期再见。